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2章。星期六的早上来了，夏天的世界很亮，很新鲜，很有活力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想着歌。如果心里很年轻，歌声就会到嘴边。每个人的脸看起来都很高兴，身体也想动。刺槐花开了，香味充满了空气。卡迪夫山在村子的另一边，比村子高，山上都是绿色的植物，离得远，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让人想休息和做梦。汤姆出现在街上，拿着一个桶，桶里是白色的东西，还有一把刷子，刷子绑在一根棍子上。他看了一眼栅栏，觉得很不高兴，心里很难过。30根栅栏，9英尺高。他觉得生活没有意思，活着是一种痛苦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把刷子放在桶里，然后刷到最高的木板上，又做了一次，再做一次，把刷过的白色和没有刷过的地方比较，然后坐在箱子上，很失望。吉姆很高兴地从门里出来，拿着一个桶，唱着歌。在汤姆看来，从村子的喷泉打水是很讨厌的事情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他记得那里有很多朋友，总是有很多男孩和女孩，有白人有黑人，他们都在等，聊天，打架，开玩笑。他记得，虽然喷泉只有150码远，但是吉姆每次都要用1个小时才能回来，而且还是因为有人去找他。汤姆对他说：“吉姆，如果你刷一点，我就去打水。”吉姆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行，汤姆少爷，老太太说我必须去打水，不要和别人玩。他说他觉得汤姆少爷会让我刷栅栏，我应该快点做自己的事情。他说他会刷栅栏。”不要管他说什么，吉姆，他总是这么说。把桶给我，我很快就回来，他不会知道的。我不敢，汤姆少爷，老太太会打我的，真的。他从来不打人，他用顶针打人，谁怕这个？他总是说很多，但是不会伤害人，除非他开始哭。吉姆，我给你一个玻璃球，我给你一个白色的。吉姆开始犹豫。一个白色的，吉姆，是最好的。啊，很少见，但是我太害怕老太太了。但是吉姆忍不住，诱惑太大了。他把桶放在地上，拿起了玻璃球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着桶跑下街，屁股很疼。汤姆很努力地刷栅栏，玻璃阿姨拿着鞋子从战场上离开，眼睛里闪着胜利的光芒。但是汤姆的力气没有持续多久，他开始想他计划好的所有好玩的事情，心里更难过了。很快，放学的孩子们会跑着去玩，他们会笑他必须工作，这让他很生气。他拿出他所有的东西，看了一遍，玩具、小石头等等，也许可以换一些工作，但是不够换半个小时的自由，所以他把东西放回口袋里，放弃了让孩子们帮忙的想法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一个很棒的想法。他拿起刷子，开始安静的工作。本罗杰斯出现了，在所有的孩子中，他最怕被他嘲笑。本跳着，跑着，这说明他心里没有烦恼，想要玩。他吃着一个苹果，不时地发出很长的声音，然后是叮咚叮咚叮咚，因为他在模仿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。他走近了，放慢了速度，走到街中间，向右转弯，慢慢地，很庄严地转弯，因为他代表着密苏里号，他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他又是船，又是船长，又是机器的铃铛，所以他必须想象自己站在船上，发命令。停，叮
叮叮，船的速度慢了下来，慢慢的靠近路边。倒车，叮铃铃，胳膊僵硬地贴在身体两侧。右边倒车，叮铃铃，呼呼呼。同时，右臂画着大圈，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很大的轮子。左边倒车，叮叮叮，左臂开始转动，左边前进，右边停，左边慢。准备好绳子，停，定定定，嘘，模仿着排气的声音。汤姆继续刷栅栏，没有理轮船。本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嘿，你被罚了，是吗？”没有回答。汤姆像艺术家一样看了看他刷的地方，然后又轻轻地刷了一下，像以前一样看了看结果。本靠在了他旁边。汤姆很想吃苹果，但是他没有停下工作。你好，朋友，本说，你在工作是吗？啊，是你呀，本，我没看见你。嘿，我要去游泳，你想去吗？当然，你更喜欢工作，当然你喜欢。汤姆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你说的工作是什么意思？”什么？这不是工作吗？汤姆继续刷栅栏，随便的回答。好吧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，我只知道汤姆·索亚喜欢他。来吧，你让我相信你喜欢。刷子继续动着。喜欢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。难道每天都让一个孩子刷栅栏吗？这句话让本的想法变了。他停止咬苹果。汤姆轻轻地来回地移动刷子。他退后2步看效果，又加了一点，又看了看结果。本一直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越来越感兴趣。最后，他说：“嘿，汤姆，让我刷一点。”汤姆想了想，他正要答应，但是改变了主意。不行，那不行，本。你知道，我波莉阿姨对这个栅栏要求很高，因为她在这里，在街中间。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是后面的栅栏，我就不在乎了。她也不在乎。你不知道她有多关心这个栅栏，必须非常小心的做。也许1000个孩子中没有一个，甚至2000个孩子中没有一个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刷它。什么？你真的这么说？来吧，让我试试，就一点点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让我试试的，汤姆。我真的想让你试试，本。但是波莉阿姨，你看，吉姆也想刷，他没让他刷。西德也想刷，他也没同意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让你刷了吗？如果你来刷这个栅栏，出了什么事？来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让我试试，给你苹果的心。不行，不行，本，不要问我，我害怕。我给你整个苹果。汤姆把刷子给了他，脸上很不情愿，心里很高兴。当以前的密苏里号轮船在太阳下工作和流汗时，退休的艺术家坐在附近的桶上，在阴凉处摇着腿，吃着苹果，计划着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工作。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，他们来嘲笑，但是留下来刷栅栏。当本累了的时候，汤姆已经把下一个机会卖给了比利·费舍尔，换了一架好的风筝。当比利累了的时候，约翰尼·米勒用一只死老鼠买了机会，老鼠身上有一根绳子，就这样一个接一个，1个小时又1个小时。当下午来临的时候，汤姆早上还是一个穷孩子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东西了。除了我提到的东西，他还有12个小石头，半个喇叭，1块蓝色的瓶子玻璃，1个线轴，1把打不开任何东西的钥匙，1块粉笔，1个玻璃塞
1个铅兵，2个蝌蚪，6个小鞭炮，1只瞎眼的小猫，1个门把手，1个狗项圈，但是没有狗，1把刀的把手和1个坏了的门栓。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，有很多朋友，而且栅栏刷了3遍。如果白色的东西没有用完，他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弄破产。汤姆对自己说，世界还是不错的。他发现了一个人类行为的基本道理，那就是为了让一个人，男人或男孩，想要得到什么东西，只需要让他很难得到。如果他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，他就会明白工作是必须做的事情，游戏是不需要做的事情。这会帮助他明白为什么做假花或者踩跑步机是工作，而打保龄球或者爬山只是玩。在英国，有钱的先生们在夏天驾驶4匹马拉的马车，每天跑20或30英里，因为这样做要花很多钱。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做这件事而得到工资，那就会变成工作，他们就会辞职，